2015年的11月22号，24节气当中的小雪。打开手机里的中华万年历啊，主页里出现了一句话：今天你的城市下雪了吗？遗憾的是，奶茶小姐所在的城市今天依旧是艳阳高照，气温直逼30度，她还是穿着单薄的夏装。是的，她的城市没有下雪，她的冬天短暂的几乎可以忽略不计，一年12个月当中有半年都是夏天。她在南方的滨海小城珠海。也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啊，极度怕热的她竟然也适应了这座温热的似乎可以拧出水来的城市。时间过得真快，转眼间她来珠海已经整整2年了。很多人问她，你当时在武汉的实习机会那么好，为什么要走呢？后来你去珠海过得好吗？她也问自己，尤其是初来珠海的那段日子，她当初的想法很简单，想要在最短的时间里拥有一档属于自己的广播节目。那个时候她觉得来珠海电台能够最快速地实现这个愿望。那时候的奶茶小姐就是这样，做任何事情目的性极强，也不会考虑太多，只有一股脑的拼命向前，那么的义无反顾。每一次的选择都是跟随心走的，就像一开始他打算离家去武汉，就因为那里有他最敬佩的广播节目主持人，那里有陪伴了他整个大学时光的广播节目。后来想来珠海，只因为他爱上了南方滨海城市的美，心里有一个声音在不断地对自己说，往南走，往南走。当然，在享受城市的浪漫的同时啊，也要面临新的工作挑战。短短3个星期内，他面临一次又一次的人员筛选和淘汰。奶茶小姐是16个人里面年纪最小、最没有工作经验、最稚嫩的一个。她从之前的自信满满变得害怕、抑郁、担忧、怯懦、紧张、自卑。她没有自己明显的主持风格，节目拿捏不老练，不会掌控节目的气氛，也不会后期制作，没有足够的经验储备，甚至还存在着最基本的问题，在某一个个别发音上存在一定的语言缺陷。每一次淘汰人，他都觉得一定会是他，没想到还是一步步挪到了最后。用挪这个字，因为那3个星期在他看来好漫长，每一步都走得好辛苦。印象较深的场景是一次领导要求在2天时间内做出3条宣传带，不合格的话就会被淘汰。时间过去1天的时候，他还一筹莫展，一个人跑去最近的一家小店，点了一杯薏仁水，找了一个靠墙的位置坐下，吸一口薏仁水，眼泪就开始往下掉，然后给家里打了一个电话，说了一句，我后悔一个人跑出来，我想回家，然后就再也说不出话来了。不过幸运的是，他熬过来了，往后的日子里，一旦遇到不顺利的事情，他都会告诉自己，那么难的时候都过来了，还怕什么呢？所有困住我的事情一定都会过去的。过了2013年，过了最难、压力最大、最不顺利的那些日子，奶茶小姐的生活好像一下子好起来了，工作越来越得心应手，生活上日渐适应，一切都步入正轨。我曾经问她，你觉得现在的生活是你想要的吗？你过得好吗？她说，一切没有当初想象的那么好，当然了，也没有那么糟。还没有真正步入工作的时候，我会把自己期待的事情想得很美好，但真正工作之后，我开始承认也接受这个现实，生活就是由无数个平常的日子组成的，工作也是。终于做了自己喜欢的工作，
对自己那段拼命争取的日子也算是有所交代了。可工作时间一长，就会遇到所有身处职场的人都会面临的问题。天天做同一件事情好无聊，没激情，从一开始的主动变得被动地完成任务了。遇到明明不想做却不得不做的事情了，在工作中遇到奇葩的人了，心里委屈了，得不到更大发展空间了，对工资不满意了，想跳槽了。这所有的困扰，2年来我通通都遇到过，每一次都是纠结着、挣扎着、烦恼着。不过撑一撑也就过去了。曾经以为电台主持人是一个特别光鲜亮丽又很轻松的工作，自己真的从事了之后，就会发现并没有想象中那么容易，也没有期待的那么耀眼夺目。庆幸的是，我每一次的抱怨、退缩都化解成了后来的接受、向前。每当对工作生出了厌恶的情绪，甚至想要辞职不干、转行的时候，我都会对自己说，这是你当初自己选择的，也是你自己最喜欢、最擅长的一件事情，你怎么能够撒手不干了呢？我必须接受每一份工作，它给了你多少成就感，相应的也会给你一定的委屈和心酸。听完了他的这些话，他的这些体会并非是负能量，也并非是心灵鸡汤，都是真实的生活和工作的写照，同时更多的是感恩生活。用一个词来形容的话，那就是知足。知足自己还在坚持做的事，知足还没有在日复一日的工作中懈怠，知足这里有真诚的朋友，知足这座让他心动的城市能够给他触手可及的阳光灿烂、海风和清新空气，知足1年365天里每一点的小确幸，还有感恩当下如此幸运，有机会做真正喜欢的事情，并且能够持续坚持。感恩每一次的全力以赴都得到了期待中的回报，感恩在丰盈的生活中变成了更好的自己。此时想起了刘若英的那首《收获》，有这样一段歌词，这一路点滴苦痛，原来全都是收获，不曾错过，也就不能拥有更好的你，更好的一个我，此刻的我们刚刚好，随芳香成熟。